我不管怎么做，我最后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心情。那为什么我一开始要忍受那些小小的不开心？以前我只有遇到这种人，我可能就是封锁，就完全永远不联络。但我后来就发现，我不可能一直没有去面对这种人。我为什么会常常遇到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人生的课题，他的那些反应是他的，但我要不要被激起来，我的反应是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慢慢练习这件事情。以前我记得我听到这句话，我会很不舒服，我会很痛苦。怎么现在好像杀伤力变小了？我听到还会笑然后就觉得哇哦，那就表示我可能真的在某个层面有把那些累积的东西清掉一些东西。本期节目由 MicVision 赞助播出。MicVision 是我在台北租过录制 Podcast 最棒的录影棚，现场完全没有一般室内的灯光，全部都是专业的摄影灯，拍起来人的皮肤很像是有美肌过。即使我们都是用手机拍摄，你还是可以拍出很棒的画面，很好调颜色。而且现场还可以放置3台相机，实现多机位的拍摄。无论你今天是单人的口播，还是多人的访谈，都可以拍出很好的画面。地点就在台北市善导市捷运站旁边，出站走路不到30秒即可到达，交通非常的方便。相关的空间租借资讯呢，我会放在底下的说明栏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去说明栏点击这个资讯。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今天呢，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非常厉害的歌手，因为我是有一次讲完课开车回家的时候，自动跳出那个坏特的歌，然后后来是因为在 IG 上有讯息聊到天，然后才发现哇，原来我喜欢的歌竟然是他唱的哦。帮我用最期待热烈的心情呢，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坏特。Jaco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第一个问题其实呢是戴墨镜这件事，但是我没有要再问你戴墨镜的原因呢，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问过，而我自己其实比较有共感的应该是说，我以前也有好长一段时间出门都会是戴墨镜，很舒服。对，因为对我来讲，戴墨镜它就很像是一个安全防护罩的概念。对，然后别人看不到我的眼睛，对，那我就觉得很自在这样哦。那坏特，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是，你发第3张专辑是最近发的嘛，对不对？那你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词是在讲说，很像是困在一个无声的牢笼里，然后内心总是会有出现那种内耗的想法。那你那时候会写下这一句歌词，是因为什么样的经历或者是什么感触，你才会写下这一句？那首歌叫做 Namaste。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在帮以前的我自己发声，就是我小时候在学校其实经历过蛮多被排挤啊、霸凌啊，然后还有随时都是一种好像没有人爱我的感觉。然后我长大之后，我才开始慢慢的梳理那些经历过那些不舒服的待遇。然后尤其是身为女生，其实很多人都会经历过骚扰啊，有些人都会有很多这样各式各样的经历。好一阵子我的状态都是我好像被自己困住，就是都会陷在那些很讨厌的想法里面，然后出不来。于是这首歌就是我觉得说我不想要再安安静静，我不想要再忍了，因为我总是忍到最后我们可能才会爆炸，用很多很愤怒的形式爆炸。但是我现在想要开始不要再一直忍着，我想要开始慢慢的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帮那些女生们说话。其实就是今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嘻哈的歌词饶舌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是男生主导的一个场域，所以不管是歌词的内容，你会听到很多对女生不是很友善的词，还有各式各样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脏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围绕着女生的暴力。那我觉得我今年因为在饶舌的这个圈子，我提出了这样子的想法，就说我觉得我听了这样的词，我真的是觉得不舒服。结果我被攻击到爆，在脆上面被上千个评论就是有攻击的，说叫我闭嘴啊，说我女人不要吵啦，说嘻哈就是男生在唱的，男生就是不然你也唱一首回去回击啊，没有脏话就不是嘻哈，就是这种词就是一直还有各种的攻击一直来，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我们真的温柔太久了，我们真的安静跟乖巧太久了，现在连表达不舒服都会被攻击成这样，那我就更该要开始说出来。
我不要再被困在这种就是安安静的牢笼里，然后就只是一直被这些想法就是困扰着，我开始要说出来我想说的话，所以这首歌是这样来的啦。那像那个时候这么多人攻击，那有没有一些在嘻哈界里面的人，他本身也是歌手，他有跳出来理性的探讨这件事情？有吗？通常都女生吧。就女生开始会觉得说我的想法还是跟你一样，但是我们都很觉得很无力，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比较多，然后其实人数多了，然后性别又是同样都是男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身为女生听到这些词听到这些歌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性别，所以我觉得在那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女生会跳出来会觉得说她其实也是一样的感觉。懂，因为我自己也有过那种很像被困在无声的牢笼的感觉，我都会有一种我站在城市当中，我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城市是城市，我是我，离我很远的感觉。对，我也是耶，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从小到大也是一样。我的学校环境我最怕就是分组，因为我分组永远就是没有人要跟我一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时候人家就说我那时候很讨厌，可能我都是讲话比较直接，可能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可能也有点过动，所以讲话人家会觉得说好像那时候就是很白目。那时候我记得我最怕就是分组，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因为爸妈那时候都是忙着工作，所以其实回到家的时候很多时候又是一个人闷着，那就变成是那整段时期小时候的回忆真的都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孤独然后很抽离的状态，所以有时候走在街上跟你有一模一样的感觉，然后跟人相处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好很多，现在感受到爱了，但是以前那时候真的是好像知道有人爱我，但是我达不到我的心里的感觉，就我心里有一个很厚的壳在外面，那壳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很多黑黑的记忆在里面。那像你现在因为比较 OK 了嘛，对不对？比较 OK 我觉得比较 OK 就是你那个疏离感有变少，哇，少好多，开始感受到身边人的爱，是那种一点点都可以让你觉得感恩的感觉。我觉得感恩就是一个疗愈好之后，你心里疗愈好之后最直接的一个显现出来，你会有一个新的体悟，就是感谢。因为我这样听起来，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你的最新专辑是谈界限，对不对？你现在那个界限是不是厚度有变了？我以前的界限非常的不明显，不明确，然后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界限在哪里，因为我已经太习惯忍受比较高压的环境，不舒服的环境，所以我的耐受力很强，我甚至连界限是什么我可能都找不到。但是这2年我真的意识到说，原来我的界限这么不明确，才可以像你的影片里面讲到，就是其实是我们给别人得寸进尺的权利，对吧？你记得有影片在讲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就是这样子，真的我给别人得寸进尺的权利太久了。所以我这2年做这张专辑，联络了10几个国家的音乐人、插画家、动画家，我就是在找回我的力量，跟我的界限，我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就算是人家都说我不行。那当你要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开始要找这些各国的音乐人啊、艺术家合作，你那时候心里完全没有迟疑的感觉吗？有啊，身边人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我做音乐跳进音乐圈，原本不是音乐圈，原本我是在医院的这个环境嘛，然后跳进音乐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告诉我，你身为音乐人，你身为歌手，你就是应该要怎么样才会是一个传统音乐人的价值，什么才会是最好的。你要找所谓你经济，你要有企划，你要有行销，你要有经纪公司最好，然后你歌手就唱歌就好了，这些东西其他东西就给别人做就好了。这种思维就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清楚的时候，我就一直被这样子的思维，是他这思维是影响到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这个力量，就是我把力量是交给别人，但最后才发现天哪，我可以写歌，那我也可以做到这些东西吧，但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这能力，但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吧，让我试试看好不好，我就开始联络第一个人，我可能联络100个可能会被拒绝个90个80个，但我就是不放弃，我就是一直联络，然后联络完之后就要谈合约谈条件，合作之后就是要来来回回的对，然后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可能又要再去表达自己的需求跟表达自己到底要什么或不要什么，这整个过程历时2年，让我2年，因为2年这中间有被拒绝，有争吵，有很多的愤怒在里面，然后
也有顺利合作。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歌，就是一个这么多过程里面产生的一个作品，每一首歌至少都有跟4到5个人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音乐是一件事，但最重要的是，这背后让我变得能够确认自己的线在哪里，让别人没有得寸进尺的权利。而且我觉得你做到一点是，我们能够让别人没办法得寸进尺，但是事情仍然完成了。对，而且你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我是突然爆炸，因为我一开始就讲好，在一小小的迹象，当他们说了这些话，或是某一个小小的行为开始，我就开始坚定的说，我觉得这可能不会是我会觉得喜欢的方式，我比较希望用这样子的方式走，可不可以？每一次小小的一句话，你可以感受到这小句话里面有没有带着贬低，带着否定，然后带着想要测试你可不可以忍受这些话。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别人在测试你的界限在哪。所以我现在就是意识到，就是哇，一开始就先讲好，你就可以防范后面更大的伤害。懂哇，我觉得你这2年的经验超宝贵的，对不对？因为我自己觉得啊，像我之前有一些看我影片谈界限的人，其实有很多人是他意识到自己有界限了，可是他因为没有设立界限过，所以他就会在设立界限的时候他会很害怕。但是你这2年磨了很多，对不对？然后你又害怕，真的是害怕，真的是害怕。你怕得罪人，你怕别人不开心，但回头过来想，你已经担心别人的不开心大过于你担心自己的不开心这么久了。我快30年的生活可能都是别人的心情大过于自己的心情，然后再忍受很多小小的不舒服。但到后面的时候，我爆炸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跟这个人合作或不联络或什么时候，人家又会觉得好像他们在担心我的心情，我的心情又影响到他们，就是我不管怎么做，我最后我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心情。那为什么我一开始要忍受那些小小的不开心呢？我懂，因为那个概念很像是我可以忍，但是忍到后来我如果爆炸，但人家还是会觉得我让他不开心了。对，但是我们本来忍的目的是我希望关系不要破坏，我希望别人开心。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尤其是像我是分享沟通嘛，对不对？是。那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概念是以终为始的概念，因为往往我们的过去的惯性反应是，比方说我是习惯先忍，然后呢找沟通的时机，可是如果找不到那个时机，我忍到受不了，我会爆炸，所以爆炸之后我就拿不到我要的结果，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重新再思考是哪一站的策略要把它改掉。对，那你刚好是经历过这一段。对，我经历过无数次的这样子的，可能爆掉之后，然后就觉得好可惜，又有后悔，然后又觉得说这样的关系可能又结束，然后早知道可以这样，早知道可以那样，那最后才发现源头就是我一开始就没有讲清楚。那我们能不能问一下，就是像你这2年里面，因为你跟很多不同国家的人要协调，怎么一起把一件事做好？有没有跟谁在对话协调的经验？其实你觉得这样事后回想起来，你觉得是这一个经验对你而言是很宝贵的？有其中一个音乐合作的对象，就是他是比较情绪化的人，然后他可能会打过来就开始骂，或是哭，或是开始想要就是会先怪你，就是所有的事情他会都先说是你的错或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以前都是会觉得说好像就会开始检讨自己，是。但是我到后面我就是开始，我第一个我先不接他的电话，我就开始用讯息回，我开始说这个行为让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这个行为让我觉得，我开始分析他所有骂我的东西，然后我一个一个，还有加上 ChatGPT 的帮助，就是我一个一个开始回他，结果他好像就突然愣住了，就是哇，我可能很少人会很直接的不接他的电话，再加上很直接的跟他说你现在这个行为是怎么样怎样怎样。以前我只有遇到这种人，我可能就是封锁，就完全永远不联络。但我后来就发现，我不可能一直没有去面对这种人。我为什么会常常遇到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人生的课题。我要遇到这种强势、有控制，但是讲话又很难听的人，我还可以就是讲出我自己的界限，然后说出我自己的需求，然后表达我自己的不舒服，然后还有办法把这个合作完成。这也许就是我的课题。所以我这一个过程让我开始意识到，其实我的情绪不要被它燃起来。我其实是有办法练这件东西。以前我都是情绪马上被这个人引起来，
然后又触发到自己可能以前小时候被很多人强势啊，或者很多人想要控制啊，或者学校的那种很多不舒服的状态，可能就会触发我的情绪，然后我可能就会完全不想讲话，然后就完全冷暴力。但我现在是我可以直接的跟他说，我竟然可以好像在看戏一样，看小孩在闹一样的，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发泄完。这是我觉得我可以对没有那么熟的人，我现在可以练成这样。就像那些音乐制作，可能我们只有制作一次而已，所以我竟然可以现在对于不是很熟识的人，然后我可以做这样。以前我可能都是会就是来吵啊，来好啊，现在是怎么样？来啊，来啊！我以前是被养起来，然后自己心，其实你只要被扰动的时候，你其实心里你就会开始，因为你就跟他有连结嘛。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哇，原来我一次一次的在练习的是他的那些反应是他的，但我要不要被记起来，我的反应是我的。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可以慢慢练习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透过这一次专辑，这样不断跟不同的音乐人在合作练习。而且你这个让我想起以前我自己一个经验是说，我以前很容易被点燃我的怒气，但是我事后就回想，为什么那个怒气到后来反应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快。然后我发现它很像是一种叠加之后的结果，就是他妈的我受够了，不要再来了，然后所以他那个情绪就炸得很快。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不要再忍受这些事情，但是都是因为从以前到现在累积太多，才会这么容易被触发，对啊。然后我就发现说这件事情我有意识到，然后我后来就变成是我必须要让它不断的被触发，我不要再逃避它，因为我可能就是一直都觉得说啊没事就好，对。这过去就好，但我后来发现不对，就像你说的会叠加，然后你会突然人家就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易怒，你怎么一下就那么敏感，但是其实说真的，那些你的敏感都是因为你有某些东西还在处理中，对，所以不要去人家就说你太敏感，你就是想太多，为什么你要这样，就开始责怪你的敏感，但我反而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会就是笑出来，就是我就是需要对这些东西这么敏感，我才可以看见我以前的那些叠加起来的那些不舒服，我才可能有机会去处理它。所以我现在都是感谢我的敏感，今天又让我哭了，谢谢。而且因为我看你歌里面的歌词啊，其实我发现有一个观念我是很喜欢的，就是把愤怒当成是那个，把愤怒就带起来吧，你就是把那些愤怒就是用力的说出来吧。我们都太久都是把那愤怒在压在心里，从小时候可能就开始把那些愤怒就是忍受起来，尤其是小朋友又是一个全盘接受所有现在生活上遇到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反抗，他们没有那个意识，他们是可以反抗的。对，所以从小我们都习惯，尤其是我觉得亚洲这种又很明显，我们的教育就是一直都把东西喂给你，叫你上8堂课，给你一个时间表什么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下太久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可以拒绝，我们可以反抗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太久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更练习，就是说出来吧。现在你的愤怒是什么？说出来吧。你以前小时候没机会说，因为大家都长得一样，每个人都做着一样的行程，然后只有我觉得我是怪的人，但我那时候说的时候，没有人会理我，而且人家还会觉得我很怪，我怎么那么不合群。但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做了音乐这个自由业，我终于可以把那个愤怒用力的带起来。虽然我现在还是有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带，我是不是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我是没办法愤怒的表达我想说的事情，是，对吧？但是我现在在打破就是我以前的那些惯性，对吧？而且我自己的感觉是说会分阶段性。第一，因为以前我们的经验是比较少人是可以认真的针对情绪这件事来探讨，只要表露出情绪，另外一个人就想要把我们的情绪消灭掉，对，或者我们是没有资格谈情绪的概念，就要立刻变好，立刻做该做的事，想开一点，对，不要想太多，你太敏感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回避你真实的情绪。对我来说，我觉得真正要去让它不会再被触发，然后像你说的叠加成更大的情绪之前，最好的方式就是看见那些情绪，正视它。对，虽然我现在眼睛大家看不到，就是正视它那些情绪。你可以看见它之后，你不用去分析它，你就看着这个情绪现在是如何让你变得这么愤怒。那你又回想到那些什么以前的小小的事情是什么，那个画面是什么，你去看着这些它，不要去逃避去玩手机做别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我这几年
全职做音乐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有机会好好的看见那些所有小小的以前说不出来的那些不舒服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你从以前比方说在体制内然后一直被塞了很多东西，遇到刚刚谈的那些事情，那你现在开始做音乐的时候，你有开始感觉到你是跳脱出那一个无声的牢笼了吗？我觉得今年开始有。对，因为到去年之前，这前4年我做音乐大概第5年，那前3到4年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里，因为我已经关在笼子里太久了。我所有的学经历应该跟大部分的人一样，都是在台湾，然后小时候我们是念比较乡下的小学，然后我到后来念比较市区的那种比较升学主义的国中，再念女校，然后再念军校加医学院，所以这整个27年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台湾的教育体制下完成的。那在这个状态是我已经太习惯人家安排我应该要这样做，然后人家给我什么样的时间表，然后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真的跳脱这一个牢笼，是我得到金曲奖然后打开那个牢笼的时候，就是我开始因为音乐我有一些机会了，我开始有一些活动，然后我开始可以靠着音乐生活了。哇！但是当打开牢笼那瞬间，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去哪里，我可以做什么。我现在是完全掌握自己的生活，我可以决定我要做什么样的音乐，但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呢，就这3、4年就是开始发现，哇，那些排山倒海来的以前的那些创伤的记忆，就在这样的时候回来了。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哇，我就是太闲，我才有去想到那些东西，应该要忙一点，你就不会去想这些。但我后来我就发现，原来不是我就是因为真的是做音乐了，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我才可以好好的去看见那些恐惧，看见那些被遗弃感、孤立感，然后疏离感。最后在这4年在看见它之后，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它之后，这1年我才可以感受到那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就是打开牢笼之后，我现在前面好像有一条路是我自己心之所向想要做的事情。那像因为我知道你有尝试的，比方说像那个冲浪内观各式各样，对，各式各样的塔罗算命啊你在尝试这些的过程里面你在做哪一项你探索到的答案对你而言你是有那种它改变的幅度比较大的？最大的应该就是痛苦吧，就是你可能会在这种状态，你可能就会乱爱上人，因为很渴望爱，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一个觉得自己不被爱的状态。这种状态的人特别容易爱上不对的人，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然后认识一个很糟糕状态的人，就是那种焦虑型的那种依恋感，就是我觉得要经历过很大的心碎，或是再度被遗弃，再度失恋，或是要经过大的痛苦，我觉得才有可能再去发现那些原来自己心里是有很多的状态。那我在这4、5年其实除了发现自己有很多这种不开心的状态之外，然后经历过情伤之外，然后我还有试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身心疗愈的方法，什么諮商、西塔疗愈啊，什么阿卡西啊，然后还有试过去打坐内观。然后我觉得在痛苦之后，我觉得受到最大帮助的其实是去内观。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疗愈可能叠加起来，才让我开始觉得说我好像好一些，我好像开始去看到自己的那些底层的，你像你说的深层的那些痛苦的感觉。我一开始是去问世去找那种就是会上升的那种太子，有点像灵媒，对灵媒，对乩童，然后有一些师父师姐，我找到超传统的那种方法，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觉得说，好像信仰其实就是把你的力量给别人，其实你一直在输送那个信念、意念给别人，那个强力的意念。到后面我觉得我想要把这个力量拉回来一些，所以我这个方法我就没有去试了。然后我在后面就开始尝试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催眠啦、塔罗啦，各式各样，我全部都去试一轮。然后最后还有去试美国的，他们有那个 Access Bars 啦，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剑骨疗法啊，然后我那些也去尝试。然后最后去巴厘岛还去尝试什么铜锣浴啊那些，然后最后又去内观啊，就是我这4、5年哇，还要去冲浪、摸海水，去山上去摸大树什么的，我试了这样子所有的方法，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的眼前是一团迷雾，我感受不到感恩的感觉、爱的感觉、快乐的感觉，
没有光，所以我就像是一个在丛林里乱窜的那种兔子，就是一直跑一直找一直找，就这样子到了最后去年的时候最后一次的内关，去2次，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吃东西的时候好像会有感动的感觉，哇！洗手还有是洗澡的时候水打在身上的感觉，我开始哭就是那个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我好像清洗掉一些东西，在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那种纠结，卡在一个执念里的那种漩涡里，人家会觉得说好像是好像卡到音还是什么状态的那种样子，我好像突然有种重生的感觉，就从去年开始吧。那像你最后一次内关，你还有印象就是在那几天里面，你跑出来的画面是什么？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太可怕了，我觉得有人要把我杀掉，我觉得好像会有士兵冲进来，好像会开枪，然后会有很多，就是会一直有很多暴力的画面跑出来。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为什么？会不会是我平常看很多那种比较负面，所以在真的夜深人静，然后在晚上一个人打坐的时候，为什么都会有这种比较妄想的这种念头跑出来呢？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心里还是应该是有很多很多比较害怕恐惧的念头，还是不断的在我的心里面，对吧？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内观就是一直在让那些念头浮出来，头脑一直有很多的很大声的那种怒吼啊尖叫的声音。第一天很恐怖，第2天第3天到后面越来越安静。我后来知道这个可能就叫观照吧，就是在内观里面有一个老师在听那个录音，会有一个录音档，好像是翻译的那种老师的一个录音档，他会一直说，就是我们就是看着身体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哪些反应，我们就看着它吧。如果有情绪也是看着它，因为身跟心其实是一体的。那时候在打坐的时候，老师都要我们是看见身体的那些痒各种不舒服，但就是看着它，先不要去反应。我一直觉得情绪要一直去就是往里挖，但是我发现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某一部分的情绪，某一部分的思想，某一部分的记忆，它也会像是这样子这个身体的反应出来，然后我不去反应，它的麻到后面不见消退，然后我后来发现我某些身体的情绪好像也随之带走了。这是一个我不知道，我无法形容为什么会这样子，听起来很像有一种内在整合的感觉。就是我不是一直以为身心没有真的什么叫做一体的，但当我看着我身体的这10天，然后看着我身体各式各样的反应，热，然后麻，痛，然后我就是这样看着它，尽量的不要去动，不要去反应，然后在这同时间心里也会有一些记忆跑出来。当我这些东西身体的反应退了，心里的东西也退了，然后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再去想那些东西，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那么不舒服。很神奇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被触动了。懂。以前没有那么容易被触动，我自己可以知道是压抑。但现在是以前我记得我听到这句话，我会很不舒服，我会很痛苦。怎么现在好像杀伤力变小了？我听到还会笑然后就觉得哇哦。那就表示我可能真的在某个层面有把那些累积的东西清掉一些东西。因为我最近刚好有访谈到一个博士，然后他是做那个声医讯号的，就是他们专门在观测，就是比方说冥想对人影响，然后血压会产生什么变化这样。那因为他谈冥想的时候，他其实谈科学冥想的话，更多只是专注内在，所以有可能专注掌心。那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就说博士，如果我只要闭上眼睛要冥想，然后开始杂念很多画面一直跑出来，那这样是不是就代表冥想失败了？就他竟然回答我说，他说其实反而你杂念跑出来，画面跑出来，那个反而是有效。因为他说我们每一天只要活着的当下，我们都一直在接收当下的资讯，然后再消化该怎么做，处理未来的资讯。可是我们没有机会让过去那些对我们产生感觉的那一些画面，我们没有机会去处理那些画面，所以它就一直被积压。对，然后被积压在很底层。可是因为我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一般人很难经历过的，就是他可以连续可能7天或10几天，完全只处理让那些画面有机会跑出来。
对，这很像就是在内观的时候，人家老师就有说，他自己很像是他们所谓的老师就是他其实他们没有信仰任何一个所谓的佛，当然虽然我觉得他是比较偏佛的一个做法，但是他们就是通常会放一个录音档，然后让大家就是听那个就是好像是印度嘛还是缅甸的老师的翻译档，从英文翻成中文的。那其实他就有讲说，其实我们在这10天里面，其实它很像是伤口的清创，就是我们以前一直都把那个伤口可能都把它盖起来，就是缝起来了，但是里面有脓包，那脓包累积很多了，所以这次在这10天的很强力的就是再把它切开，然后让那个伤口脓包挤出来。然后我觉得我做完这件事情2次之后，然后我今年我发现我可以在都市，也就是在家里也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修行，那就是一次专心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同时间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脑子都在处理很多各式各样的情绪跟以前的资讯全部都混在一起，这导致我没有办法在当下好好的感受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内观这件事情让我练习到，就是我们试着洗碗的时候就是在洗碗，你现在拿着海绵然后你现在要加洗碗精每一个动作你去把它讲出来，每一个动作心里念出来，然后专心在这当下。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真的是在聊天，然后感受跟你聊天的时候那整个自己的心情，头脑有没有跑出任何的想法还有念头。当我跳出这些念头的时候，我也不会没注意它，我会开始意识到我现在有这样的念头跳出来，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念头跳出来，就是开始会意识到头脑的念头。以前是像是它就像录音机这样一直播杂音，就是一直讲，但我没意识到，我就一样走路一样吃饭。但现在我开始停下来，头脑有念头出现了，是什么？就是那个录音机突然开始被我注意到。而且我看你现在的表情，你已经不会怕那个杂音了。我不怕，我后来才知道，当我看见它的时候，其实就是处理它的时候。我连分析都不用分析，它就会之后出现的时机就会再少一点，或是力道再小一点。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值得就是有看这一集的朋友学习的，就是反而看那些画面的时候不抗拒也不分析，对吧？看着他升起，然后他掉下来落下来的时候就是跟他说拜拜，然后哭的时候就是用力的哭，有任何的情绪的时候也是不要评断它，就是让它出来。当它有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消弭它。那像你有过这样的变化它到后来是以怎样的形态进入你这张专辑里面的？因为你这个体会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啊。这个体会里面有几首歌就是写到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有在这个访谈之前我有跟你聊天，就是你有提到一个是作为不同的视角去思考你曾经的创伤。对，我就里面就有写到这个，我想象我是家长的视角，我会怎么样跟我的小孩说。所以在我的歌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好像不是一个人，为什么我现在又换另外一个人的角度说话？有时候我用的是家长，有时候我用的是老师，有时候我用的是不同的角色，所以人家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歌都会这样切换。但是我刚才在访谈前听你说的这个交换视角其实是一种疗愈，其实我觉得我就是透过音乐的不同的视角的角度去唱歌啊。我觉得那种概念很像是，其实那一个音乐它虽然是听觉，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涵盖你内在的世界。对，虽然它是音乐而已，但是当我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我的疗愈自己的方式是我跟我自己对话，然后同时间我也想象我是对方，然后对方会是怎么样的角度在跟我说话。里面有2首歌就这样子，可以说是哪2首？一首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那这首歌是我用一个妈妈的视角跟我自己说话，把我自己当成小孩。这个妈妈她说不好意思，就是我是第一次当妈妈，我会犯错，有时候我笨笨的，但我会努力的表达我自己的爱给你的。很抱歉，有时候我可能不太会表达我的情绪，脆弱的情绪我可能说不出来，我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拥抱你，我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很多，因为我肢体的接触也不是我擅长的，但我会尽量的给你我可以给的。我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如果我想象我有个我心里的妈妈，我还会怎么跟我说？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再回到很多小时候一些记忆啊，妈妈忙碌啊，妈妈上班，妈妈有很多的情绪，可能在生活中他们自己都已经忙着自己的事情了。然后我以前都是从小孩的角度在看这些事情，但我的歌里面就会常常会有不同的视角，哇之类的，里面有1-2首歌是这样子。
那你写完这一首歌之后的心情怎么样？这个我很好奇。我写完每一首歌，其实心情我觉得就很像是我的日记的感觉，每一个专辑它都很像是我这2年的不同的心境的整理。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回顾我的那些不同的小经历，对，所以我觉得我每次跟粉丝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说他们好像在陪我一起经历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在以前我有可能听英文歌，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去看它的歌词，但因为这次听你讲完之后，我就在想，如果是你本来的听众，那他们只要有看歌词有类似经验的，应该会有很深的疗愈感。我希望了，我觉得我每次看着我的粉丝都有一种我们好像一起在长大的感觉。那个长大除了年纪的长大，是我们都在面对各自不同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开始用跟以前不同的方式在面对那种不太开心的事情。角度不一样，然后处理的方式好像也跟以前不太一样，好像又更有力量一点点的，然后界限好像更明确一点点的。然后其实粉丝的私讯我都会看，然后我们昨天也有一个小小的就是 Zoom call， 就是跟粉丝就是在讲说这张专辑的整个心路历程。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一直有一种，我好像在不是只有我输出能量了，其实我一直在从粉丝的状态去感受到那种爱的能量。但以前呢，在那种很疏离感很重的时候，其实是感受不到的。你会觉得自己在给，对。但当我的心在疗愈好了之后，越来越满的能量在心里面的时候，你会开始感受到回馈了。在这之前都会是觉得自己是单向输出，所以从力觉得耗能，所以这是我很大的不一样的感觉。好像人多少都会经历过一种叫做我不够，对，我可能不够资格，我可能得到的爱不够，所以似乎我这一个存在，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底，我没有根，对，然后接下来慢慢看，把很多事情看懂看开了，或者我开始理解了，然后他就会进入一种其实我是够的。但是当我们进入到我是够的，还要再走到下一阶段，是我开始把我经历过走过来这一段所有的体会变成一种能量，当我用一个形式分享给别人，很像把爱投递出去一样。对。然后当那个爱再投递出去之后，它回来，它就成为另外一个除了我以外存在的能量。对，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比较像这样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横向的想要给出去之外，还有想要向下。怎么说？像根往根。如果我是一棵树的话，我现在的整个树枝，然后树叶都很茂密，我自己帮自己浇花浇得很茂密。但是根呢，我的家人呢，我跟我家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我给我自己的爱，我有没有可能跟我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像我跟我自己的关系一样呢？会不会我的树还有一些地方也可以再浇水呢？我现在横向的，我想要把这草皮都浇水了，我也想要把这些爱也扩散出去，那我的根呢？所以我现在其实今年比较常住家里，我就每天在感受这些，不管是跟我的爸爸、跟我妈妈、跟我弟弟、跟我的妹妹，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课题。我连昨天的时候也都在思考，我在想我人生到底要做什么。我要说我做再多帮助别人什么事情，这真的是我要的吗？其实那只是其中一个。其实我觉得我最重要是我想要看到我跟我自己的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可以亲到什么程度。说那我27岁之前好像都在外面，就是都不是在家里这个环境，我可能一年可能回去个几次，所以我其实跟家人那个时候是没有到很熟的。这5年真的是因为音乐的关系，因为做音乐的关系，我开始慢慢的开始跟家里好像有比较多的联系，或者是聊天或什么，才发现说哇，自己真的是陷在自己的世界太久了。然后我的根这块我好像还没有长出很深或是很轻的那种连接的状态。我以前也都是用我自己的视角在看很多我受到的一些觉得很不开心的伤害或是不舒服的记忆，但我后来都是用一个想法，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心里就是觉得舒坦很多，就是大家那个时候都是第一次经历这样子的状态，那他们也在寻找他们要补的东西，所以他们只是在补自己的时候，他们在这过程中无形中会伤害到别人，因为在缺的时候，在匮乏的时候，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想要赶快把自己的什么需要的东西补好，
他也许想要补的东西是跟其他人之间的爱的连接，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少给你一些爱的连接。大家都是只有一个身体，他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去顾到所有人。当我们匮乏的时候，只会想补自己。所以我后来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那我现在我只要专心的补好我自己，那我可以知道说我的家人们他们现在也正在努力的补好自己需要的东西。其实我就觉得我舒坦很多，我心里就好过一点。我不会再要求，我不会再渴求，是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我必须要自己补好。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爱的连接，就是看大家各自补到什么程度，因为自己补满了之后，你才会有机会建立爱的连接嘛。在没有补好之前，那些所谓的爱都是因为匮乏而黏在一起的那一种，我觉得是比较不是那么健康的那种依附的爱、焦虑的爱。其实我的歌里面有一个写到，就是我不再强求别人，我也不再勉强自己。我要顺着这个世界的流，就像流水一样的世界流一样，就是我要顺着我自己的流了。我现在不要再去要求别人，我现在全部都是补好我自己。我是我自己的家，我是我自己的家长，我的爱就刻在我的骨头里，就是深入骨髓，就是我自己的爱了。这是我觉得我今年很大的体悟，就是补我们自己，专心的补自己。而且因为我刚这样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一直联想到一个画面，就很像是一个那个树干，可它是从中心有光往外洒的概念。对，我觉得这个画面听起来很有能量。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是说，因为像你刚刚也有提到说，你现在做音乐对你而言也是一种你自己的日记嘛，然后又可以传递你想要传递的资讯给大家。那你有没有在开展其他的企划，或者是说对你来说，你的接下来的3-5年，你自己会更想要去做什么？其实这也是我这次找到老师你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我没有想象到有机会来跟你就是在线上来这样或是实体这样子聊天。其实我一开始的想象是，我一直觉得我好像音乐该体验的那些事情，我好像有体验一轮了。台湾的我也有体验，然后国外的我有体验，都体验过一轮。那我现在还可以再做一些什么？那我今年就一直有一种渴望，是我想要把这一种有关于说话的方式，有关于你的回忆，你的经历过的那些受伤的记忆，怎么样慢慢的去找到那种修复的空间。我想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我能用音乐做什么呢？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不可以做更多有关于心理的、情绪的、沟通的、身体的、性教育的各式各样有关的歌曲，给不同年纪的小朋友。这是我在之后3到5年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哇，我觉得我已经有一种感觉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对很多小朋友应该是会有的。他们从小时候可能就开始知道说，他们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可以不要把它全部承受进来，觉得是自己的错。小时候就是小朋友都会觉得是自己的错，任何事情发生他们都会，就算被打，就算被很高压的环境就是也控制着，他们都还是会伸出手说我要抱抱，他们还是会渴求对方的爱。这样的小孩子全盘接受状态下，有没有一些音乐或是任何的素材告诉他们，其实这些话是他们不需要忍受的，他们听到这样的话是可以说 no 的，他们不需要被这样对待的，他们是可以跑的，可以反抗的，或是可以说出来的。我想要做这样子的音乐。我这个跳脱了我原本对音乐的一个概念，因为可能以前像我啊，听音乐就是抒压的时候，对。但是你刚刚在聊这样的一个发想，我觉得它很酷的点是在说，我们如果是有经历过痛苦的，我们都很希望经历相同痛苦的人可以少一点，对。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契机或那个环境让他可以少经历这一些，但是如果用音乐的方式，它可以绕过理智的那种抵抗。因为它音乐的频率是很直接的。对，比如说我们这小学时候，大家会跳什么健康操，大家会去有什么典礼，就是去罚站，就是去听人家讲话，听校长讲话什么。会不会有很多的场合，其实都是有这样子的频率，是可以教导小朋友我们从小到大就可以少掉很多的，也许那些痛苦，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可以不要去否定自己也好，不爱自己也好，这些东西也许都可以少一点点发生，愤怒也许就不会
累积到后面，到很多人都是爆炸，或是对这世界充满愤怒，这是我以后想做的事情。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跟一个对我而言真的是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人，然后聊很深因为都是聊以前我那种很有感的体会这样哦。那我其实从你身上就学到一件事情是，当我们人生走到其中某一段感觉到混乱，真的是不要一直在压抑跟逃避它，而是更快的正视面对它，找一个方法，而且把它当成是一件事来办。对，好好的去化解。它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拿回力量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真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希望大家如果有运气不错可以听到这一集的话，相信可以带给你们很大的力量哦。那今天就很感谢你来这边，我们就集个拳。谢谢 Jeff。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拜拜。